哎，妈，您真听那臭道士说的话？您看这脸色，说是刚从棺材板爬出来都有人信。就待这几分钟，他磕了8次，我估计啊，手帕上全是血啊！哎，大师说了，指明要江家的女儿来镇宅，不然……哎，你要死外面去啊！别死我家里，晦气！你没事吧？这是不是得送医院啊？石沉舟，石沉舟，600万，今天不还就别想走出去。老 K，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钱我会还的，一定会还。你拿什么还？你妈把你的卡都给冻结了，你拿屁股还啊！请池少走一趟。是，你放开我！妈，你说句话呀！你活该！你们别打架！哎呦！池少，对不起，我刚一时没站稳。江子，你疯了！他们我打的。老子也不是好惹的，我告诉你们。就凭你这个废物！行，算你有种。3天，最后3天要是再不还，我们赵老板请你喝茶。走。再让我遇见你，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切，谁怕谁啊？看到没有，像这种货色，来多少我收拾多少。池少，对不起，我刚刚差点添乱。知道就好，以后少给我惹这种麻烦。石沉舟，你是我儿子，你几斤几两我会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身手了？小慈啊，刚才你是真的被吓到了。我从小体弱，一受惊就会腿软。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哦，难不成还是他暗中帮助我的，在家里待得憋屈？我走了。哎，这个混账小子，让我给宠坏了。哎呦，坐。哎呀，小慈，你说你刚才，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知道。这巧合多了，就不像是巧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刚刚太害怕了。算了。哎，这是家里最后的500万。陈州啊，他在城西的金玉满堂，你去送钱，把他给我带回来。我身体受不了这种地方。大师说了，你的命格特殊，能够镇宅转运。我们池家请你回来，不光是为了冲喜的，是你呀，真的能派上用场。啊！我不信巧合，就用这500万赌你姜慈并非凡物。又输了，再来！600万，今天不还，把手留下。等等，姜慈，你怎么来了？这里有500万，剩下的我们会尽快还，请先放了他。行，有了这500万，手可以先留下。
江小姐，既然来了，不如玩个小游戏。你赢债消，这500万也还给你；你输，你们2个的手全留下。这张脸和当年那个逃走的小老鼠还真像，会这么巧吗？江慈，听到没有？快赌啊！赌完了，这就清了，我们还有500万。江小姐，既然来了，总要留下点什么，要么钱，要么手。给你1分钟，我没有耐心。答应啊，快！哎呀，算我求你了。好，来吧，江慈，只要上了赌桌，我就能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哼，就玩最简单的斗地主吧，也不算欺负你。怎么样？江小姐意下如何？完了！老板，还用继续玩吗？你看看这姑娘，她连牌都拿不稳。你要是看她不顺眼，不如咱直接……急什么？2王，4个2，还有通天顺。江慈，你这牌闭着眼睛都能赢，这样，先出顺子，然后再出，啊？真的吗？那我试试看。哎！啊！江慈，我让你先出顺子，你可傻可疯了！你出这张牌干什么？你会不会打牌啊？掉牌是意外，拆王炸是蠢还是刻意？这副病骨之离的样子是完美的伪装，还是真的不堪一击？江慈，这毒手的局看你还能演到几时？江小姐，我提醒你，牌桌可不是儿戏，赌的可是你们2只手，好好打。我有在好好打。3，你出个3，你到底会不会打牌啊？4个9，4个勾。我没了。今天你们2个人，1人1只手，全都得给我留在这儿。亏我还以为她是那个人的女儿，哼！想起一件旧事，10年前也有一个姓江的，也是坐你这个位置，可是他不像你这副孬种样子，他想当英雄，他想凭一己之力把我这里全部端了，哼！手法很厉害。千面观音手，名不虚传，差点被他得了手。可惜呀，正义没那么好卖，最后骨头被一根根拆了，也没认过半句钱。听说他有个女儿，一个病秧子，怕是现在应该早就没了吧。赵老板，求你饶了我们，你说什么我们都愿意去做。到底是我想多了，老鼠的儿子就算会打洞，也掀不起风浪。哼，迟了。等等，等一下啊！我刚刚好像发现老 K， 老 K 的手里好像藏了东西。对，你出老千，你肯定出老千，不然我们怎么会输得这么惨？你放屁！再血口喷人，信不信我弄死你？
对，刚才洗牌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的手特别快。我在电视剧里看过，高手洗牌的时候手都特别快，就是为了做记号。对，一定是做了记号，不然为什么我输了？电视剧，你他妈赌命看电视剧？赵老板，你们是不是用了电视剧那种手法？不然为什么每一把都是我输？这不公平，要赌就赌干净的。每局拆一副，我让人当着你的面，一张一张慢慢洗。每局我们只抽一张牌，比大小，3局2胜，你赢1局，池辰洲的债减3成。你赢2局，你们的手可以带走。你赢3局，我亲自送你们出去，债务全消。那要是我输了呢？哼，输了，留在这里，公平吧？不行！小四，算了，我们认输，我们不赌了，啊，我们不赌了。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我赌。开始吧，老 K。拆第一副牌。江小姐，就照你说的来，慢慢洗。为什么要说那种话？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刺激我？好啊，非要提我吧？你们不是拿人命当笑话吗？行，从现在起，我陪你们玩，看谁先笑得出来。等一下，江慈，咱就别硬撑着了，咱们认输行不行？大不了我这只手不要了，咱们别跟他们耗了呀！以赌制赌第一步，先让他们自己的脏吃掉他们自己的痰。父亲，你看他们的局，从里面破比从外面砸容易多。又怎么了？我想再确定一下规则，是不是每人抽一张 ，A 最大，2最小，对吗？对。那抽牌顺序呢？你先抽。好。我抽这张。老 K。哎呀，黑桃 A， 完了，全完了。江小姐，他这只手，你怕是保不住了。红桃啊，最小的牌，
你们输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哎，我们是黑桃 A， 我们最大，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不可能！你搞鬼，一定是你搞鬼！我真不知道，许是碰巧。江子，快来养些平，他有病，快点！麻烦。江小姐，手气真是不错啊。看样子你的病气没有影响到你的手气。这一局你赢了，池辰州的债减3成，还有2局，希望你的好运气可以支撑下去。罢了，第1局算你运气好，老 K， 准备第2局。规矩照旧，抽一张比大小，这一把老 K 先抽。黑桃 K， 江小姐，该你了。抽啊！你快抽啊！反正抽什么牌，都是死路一条。开牌吧，江小姐。不，最小的2，江小姐，你输了，要剁掉1个手指头啊！不急，江小姐，介意把你的牌给我看看吗？不介意。江小姐，你在看老 K 发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有些不规矩？小动作，我不清楚。当时我只是头很晕，我只看到老 K 手好像抖了一下，可能是我眼花。我感觉我又有点，只是没看清楚。江小姐的父亲有没有教过您，在牌桌上也许看得不清楚才是真相？赵老板，你什么意思？我爸他从来都不赌，他最讨厌赌。你不要再说了，我真的很难受。老板，必然是这个女人输了，在这胡说八道。她的运气已经用完了，按照规矩，现在就该剁手指。按照规矩，这一局你们输了，池辰州要留下1根手指。不！赵老板，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江子，老婆，救救我，救我！对不起，是我没用，对不起。等等，我改变主意了，江小姐，我想把这根手指再留下来，我们继续比第3局。为什么？因为我想看看你的运气还在不在。看到你这副样子，让我想起来有一句话，叫做“弱虎虽病，余威犹在”。
垂死反扑，最为凶猛。我想知道你是那只病猫，还是那只病虎？他在怀疑，但没有证据。他在用恐惧和压力，逼我自己露出破绽。父亲，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逼你的吗？我只是想活着出去。准备第3副牌，我们玩点不一样的吧。第3局我们玩简单一点的，还是比大小，但规则需要变一变。我会将牌洗好之后正面向下铺开来，我们同时抽出牌，比大小，一局定胜负。这次没有顺序，同时抽，考验的是真正的运气和魄力，或者瞬间的判断力。江小姐，你还有力气抽牌吗？我试试。老 K， 我数3声，3、2，等等，江小姐，又怎么了？赵老板，你说这一局是一局定胜负，对吧？对呀。如果这一把我赢了，之前的债务全免，我和池辰舟也可以安全的离开，是吧？当然，我赵某人说话向来算数。那我想加注。江慈，你疯了！我们好不容易，不是你加什么注啊？加注？你拿什么加注？拿你那个带血的手帕吗？让他说。我想加注我自己。什么意思？如果我赢了，除了刚才的条件，我想请赵老板答应我一件事情，希望赵老板以后不许再让池辰舟进你的任何一个赌场，不许再借钱给他，不许再诱导他赌博。如果他再来，请赵老板亲自打断他的腿，把他扔出去。江慈，你，哼，有意思。江小姐，你以身饲虎，替自己的丈夫去抵消戒赌，你可知道你输的不只是这只手，还有可能是你的命。我知道，如果这一把我输了，加上之前的债务，我的命和他这条命全由赵老板处置，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不是，不行，江慈，你他妈给我闭嘴！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赵老板，他说了不算，不算。用你的命换池辰舟的命，不对，你不是那么蠢的人啊！你到底是要干什么？赵老板不觉得这局不够刺激吗？你看这么大的场子，玩的都是别人的身家性命，你总是站在岸上看别人溺水，不觉得无趣吗？刚才第2局，老 K 出千了，对吧？啊，虽然我没有看清楚，但他一定出了。如果没有出千的话，在慢洗慢抽的状况下，他怎么会那么自信地说出黑桃 K 老板，我没说错吧？你，所以呢？所以这一把，我想跟赵老板赌一把真的，不靠手下出千，不靠场子优势，赌胆量，赌运气，赌谁敢压上一切。如果我赢了第3局，除了刚才的条件，我还要赵老板关闭金玉满堂这家店，不再以赌博害人。江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我在赌命，赌赵老板敢不敢接这个注。你凭什么？你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想要让我关掉这日进斗金的赌坊？哼，凭什么？哼，如果赵老板不敢接，这话要是传出去，道上的人会怎么说？金玉满堂的老板被一个病得快死的女人吓住，
你觉得到时候你他妈找死啊！姜慈，你比我想象中的有种，这个注我接了。但是，如果你输了，那我要的就不只是你的命和手了。不要，赵老板，我们认输还不行吗？姜慈，认输吧。石少爷，你的这个病期比我想象中的有趣，用命赌我关店，可以呀，但你们要加注。你想加什么？刚才第2局，老 K 的确出了千，我看出来了，你也看出来了，对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只是想粉饰太平，你不说逼我认下这赌局，但是赌桌之上，破了规矩就是破了规矩，老 K 定当认罚。赵总，我这……所以第3局我们换个玩法，赌注也要换。怎么换？如果你输了，我不仅要你们的手，我还要你姜家媒体公司的股份，还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自己是个骗子。你怎么能这样？有没有规矩不是你说了算的，赢家说了算。我这里有一个古董照片，把它当作彩头，如何？够诚意吧？照片上的是爸。不，冷静下来，姜慈，他在试探，他有父亲的消息作耳，想看我的反应，不能慌。我不太明白古董，既然赵老板说这个值钱，想必应该是个贵重的东西。不过我对照片没什么研究，值钱就行。莫非真是我看错了？该死的赵征，他在逼我在父亲的线索和眼前的生死之间选择，真狠。老 K， 规则不变，我数3声，我们同时抽牌比大小 ，A 最大，2最小，1把定输赢。1、2、3，开牌。黑桃 A， 最大的一张 A。江小姐，你怎么说呀？这怎么可能？一副牌里只有1张 A， 你们怎么可能抽得到 A？K 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一副牌里本来就有4张 A 啊！妈的，红心 A 黑桃 A 不是同一种花色，刚才气昏头了。老 K， 牌是你洗的，也是你码的。江小姐抽的是红桃 A， 你抽的是黑桃 A， 有什么问题吗？赵总，我刚才以为他3局2胜的约定，第1局你赢了，第2局你输了，第3局是平局。江小姐，你想这样就把人带走，可是不能了。赵老板，剩下来4成的债，你想怎么算？不如我们再赌1局如何？赵真，你别太过分了。哼。姜慈，你赢债务全消。我刚才答应你的事情，关于池辰舟再也不能踏进赌场的事依然有效。但如果你输了，输了会怎样？你输了债务照旧，并且你要留在我的金玉满堂。姜慈，我们不赌了，我们走，剩下的4笔账我来想办法啊！我赌什么？江小姐，玩斗地主吧。只不过玩斗地主需要你给一点诚意。我这里有一些首饰，这些够吗？哦。
石少，你还真是娶了一个好媳妇啊，连自己的嫁妆都全部拿出来了。江慈，这可是你的全部嫁妆，你竟拿出来赌！放心，我以前跟爷爷玩的时候，爷爷说我的运气跟直觉都特别好，这次我也相信我的运气。江小姐，提醒你一句，斗地主可不只是讲究牌气，还要讲究胆魄。荷官，发牌。你看我的牌，不错吧？天哪，天牌！江慈，这样的好牌在你手上也是浪费。这样，你给我打，兴许还有赢的机会。这怎么行？说好我打的，而且下的都是我的钱。江小姐笑得这么开心，看来是否极泰来了。石少，别着急啊，让江小姐看看到底要不要叫地主。叫，肯定得叫地主。这么好的牌，叫地主肯定能赢，赢了就是赢了双倍啊！真的吗？真的。那我做地主。老 K 明明知道我手里是天牌，偏要替做庄，看似在为我着想，实则在夺我的退路。只要他们打配合，无论是什么牌，都是必输的局面。而这副天牌根本就是裹着糖衣的毒药。老公，我要先出哪个牌？这么好的牌，肯定要先出厉害的。江慈，你是不是傻啊？你怎么这么出啊？你一开始就把对 A 出了，到后面你拿什么跟他们拼啊？不是你说要打厉害的吗？那我收回来。慢着，规矩就是规矩，打出去的牌一概不能收回。石少，先别着急嘛。江小姐出牌是有些莽撞，不过江小姐这把牌可是非常顺的。江小姐的牌好一对 A， 只是刚开始，牌局继续嘛，后面还可以有机会。一对 A， 一对二，这么大的牌我要不起，我过。那我还下厉害的吗？出啊！你牌这么好，怎么打都能赢。江小姐，不好意思，这一对我要了，我出一对 A。哟，老 K， 这个时候出一对 A， 可以呀。江小姐既然不要，那可又轮到我了。我也不出复杂的，就出个顺子，5、6、7、8、9杂色。那我可要压一下了，6、7、8、9、10。这个我们还能要吗？有点好像要不起。怎么要不起？这不是有炸弹吗？你炸他们呀！这么好的牌，随便赢。江慈，你到底会不会玩牌啊？你要不行，换我上。真的吗？出啊！对，就出炸弹。这么好的牌，赶紧炸他们！啊，江小姐，慢一下哦，考虑清楚哦。池少爷没有跟你讲好规矩，但是我要给你把规矩讲清楚。这炸弹一旦放下，可是要翻倍的，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到时候你再说赔不起，你这身子骨。江小姐，这我可得好好提醒提醒你了。
炸弹一响，黄金万两，但是也可能是倾家荡产。看看你这脸色，小心不要被吓晕过去了。姜子，别听他们胡说，出牌就炸他们，咱们这么好的牌肯定能翻牌。没关系，规矩我懂，翻倍就翻倍。江小姐这么打牌，我喜欢。既然江小姐有这个魄力，那我也不能丢份儿。4个 Q， 箱子这里已经是天牌了，总不能老开他们手里都是天牌吧？哼，那我4个 K。我这还能炸吗？这两人手里到底是什么牌？这炸弹怎么跟批发的一样？肯定得出。他们都出了这么多炸弹了，手里肯定没有好牌了。姜子，你手里的牌好，咱们只要走2轮就能走完了。好，我听你的。江小姐，手可别那么快呀！你知道你这炸下去是多少倍吗？我知道，前面已经炸过3次了，应该是翻了6倍。如果这一次把这次加上的话，那就是8倍。那你知道如果你输了要赔多少钱吗？老 K， 别吓唬人家，江小姐身体不好，再折在我的金玉满堂，我们可说不清楚了。这2人是想验我的资啊。没关系，除了带来的珠宝，我名下还有房产、豪车，还有一点股份。这2个该死的赌徒，竟然连一个病秧子都要吓唬，这个相思居然还这么畏畏缩缩的，老子真是看得上我。老 K， 你别在这危言耸听，相思的牌不可能输，哼，我们肯定能赢。倒是你们，赶紧想想，输了以后怎么赔偿这8倍吧。相思，你干什么？对不起，我不小心的。姜慈，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道歉啊？赵真，你刚刚验了我老婆的牌，现在轮到老子来验你们的牌。说吧，输了之后怎么赔？池少爷对尊夫人的牌这么有信心，看样子我也要亮亮我的底牌了。如果江小姐赢了，我也不说什么8倍赔偿，池少爷在我赌场欠下的债一笔勾销，这个彩头够诚意了吧？听懂了吗？这可是天大的彩头啊！这都不是天上掉馅饼，这是天上掉金砖！还犹豫什么？这么大的彩头，还不赶紧？姜慈，干了！咱们这么好的牌，肯定能赢。这把要是赢了，咱们直接翻倍。池承舟还是不长记性，他们做好的局，一开始就没想让我赢，胆量再大，也不过是亏得越多而已。好，老公，我听你的。不过，各位老板，你们可要说话算话。这个自然，我这赌场讲的就是诚信和仁义。2个船主还真以为天上能掉馅饼？我们这样布局布了这么久，就等着你们这把天牌梭哈呢。等会输的裤衩都不剩，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不对不对，老开手里到底什么牌啊？敢开出这种条件？老开的自信源于他确信牌局已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老开手里握着更大的炸弹，而赵真手里应该是同花顺。他们的局做得越完美，就越依赖预设的排序和彼此的默契，而任何完美的局都怕意外。
湘慈，放心，再大的牌，咱们也出。相信我，还有2轮，咱们就走了。江小姐霸气，不过您现在出炸弹，那可是就翻了16倍。届时您如果输了，那您的赌注还有这些嫁妆可就全都不属于你了。你别哭死在这里。老公，我有点怕，要不我们认输，不跟了好不好？认输？我说江慈，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咱们这么大的牌，怎么可能会输？池少，你说这话就不合规矩了。赌桌之上，谁下注谁负责。你已经在咱们这里欠了一屁股债了，你的信用额度已经清零了，你拿什么来做担保？空口白牙可不行啊。就是啊，池少，咱们这是赌场，不是慈善堂，赌场就该有赌场的规矩。江小姐，您所带来的东西想必不够这些赌注吧？如果您想继续玩下去的话，就得拿出实实在在作为赌注的东西，不然的话就只能作为弃牌了。弃牌？就是不玩了，桌上的赌资全归他们所有。这个是我5年前在拍卖会上买的东珠，是这个数，还有这个限量款跑车，这些够吗？江小姐果然爽快，这车不错，这个赌注我认了。那我可要出牌了。不对劲啊！怎么可能？你们每把牌都加我一头？这局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在刚刚说话的时候，老开他们早已完成了换牌。既然他们做了初一，那我就做15，也不过分了。池少，饭可以乱吃，话可不可以乱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赌场出签儿，还是说我们荷官的手气非常好啊？这把天牌可是你老婆自己抓的，怎么？只许你们赢，不许别人牌好？对啊，老公，我相信老板他们不会说谎，而且他们也说过，赌场靠的就是仁义和诚信。当然，相信我，我是天生福星，关键时候总能逢凶化吉。相信我，我一定会赢的。啊！这不可能，不可能！好你个逼样子，既然敢出老千，你竟然敢在老子的赌场出签！我的手法，哼，你们再过100年也看不懂。K 老板，你看我这个样子，连呼吸都费劲，像是会出签的吗？怎么，你们输了就不算？这不太好吧？老 K， 你们什么意思？怎么，赢了还想耍赖？老 K， 你们的规矩难道就是摆设？石神州，规矩就是规矩。K 老板，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哼，你应该也不想你的赌场传出去，说老板输了不认账这样的丑闻吧？江家财力虽然不如池家，但是在新闻媒体界上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老 K， 这输了就得认，你呀，别想耍赖。好，江小姐真是深藏不露，那就按你说的。等等，邵老板，按照规矩，我是地主，你们应该
要给我出2倍。什么？江小姐，这可不行啊！规矩就是规矩，约定就是约定。咱们当初约好的彩头就是池少爷的3倍赌债，多的我可给不了，不然我的微信往哪放？赵真啊，你别太过分啊！刚刚逼我们赌博的时候，怎么没想着约定啊？现在输了就想着捡便宜，你当我傻啊？池少别这么大的火气，这赌桌上的规矩和彩头可是两码事，规矩是规矩，彩头是彩头啊。咱们这局是特约局，彩头早就说死了。您要是不让，那前面你们说的那些，是不是我们也要掰扯掰扯了？你，没错，特约局嘛，就是要讨个彩头。江小姐认为呢？你们，算了，我也不在意，反正和气为贵嘛，以约定为主。江慈，连你也……老公，你别这么凶呀！要是把我吓出个好歹，赵老板到时候认人不认局怎么办？是呀，池少爷，你还是跟江小姐多学习学习吧。男人还是要多听听老婆说的话。没错，记住了，听老婆的话能赢钱，看到了吗？你老婆可是把你刚才赌的钱赢回来不少啊。双倍的彩头就这样放弃了，真是两个傻子。哼，老公，你会听我的，对吧？江慈，他们明显是合伙来欺负我们啊！还是江小姐通透。这里是3倍赌金。江小姐，所谓山不转水转，你这鸿运当头，不如再来一局。不行，江慈，我们回家，我们不赌了，我们回家，妈还等着我们呢。啊，这债还了，我们就走。就这么让你走了可不行，池晨舟，我要你把这份恐惧深深的刻在心里，刻进骨血里，让你彻底断掉这份贪念。江慈，你不会……老公，你看，好多钱。江慈，你别妄想了。你看，好多钱。上钩了。江慈，你别犯傻了行吗？你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吗？都是从赌桌上来的。咱们见好就收，回家吧。赵征，钱我拿了，债我也清了，告辞。池少爷，你就这样带走我的客人，不合适吧？她是我的老婆，有什么不可以？老公，你以前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别人也这么劝过你，你有听过吗？别管我，现在我可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别挡我财路。江慈，算我求你了，你跟我回家好不好？只要你答应我跟我回家，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赌了，我再也不上赌桌了。你要是发现我赌，哪怕摸一张牌，你就打断我的手。打断你的手？老公，你这是怕我把你的翻身本都输光，还是你真的怕了？我怕得要死啊！江慈，我怕你变成第二个我怕你眼里盯着牌，我怕你嘴里只说鸿运当头这4个字。江慈，咱们走好不好？咱们不赌了，啊！江慈，这桌子，他吃人不吐骨头的。
我以前是蠢，是瞎，但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我。姜思，你这个死逼秧子，你要是赌输了，你能撑得住他们一拳吗？池晨正，我现在想给你一拳。池少这话说的就伤感情了。这赌桌如战场，它既是战场也是乐园啊，全看你怎么玩了。江小姐的现在手气正旺，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时候。江小姐，你说是不是？刚才那一局赢得很漂亮，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现在收手是不是有点可惜了？你们别胡说八道，就是你们这群人最是不怀好意。姜思，这回你真得听我的，走吧。池晨正，竟然也有你着急的时候，在别人这样劝你的时候，你要是能收手就好了，可惜你没有。江小姐啊，您看池少这慌的关心则乱，要我说呢，一个赌徒真正的本事，您是不是还没有完全亮出来？真正的赌徒，魄力、眼光、运气，缺一不可。我看你三者兼备。就是啊，赵总说的没错，就该再玩一把，好好讨个彩头，也巩固巩固你在池家的位置，不是？姜思，你别听他胡说，我回去一定让运气跟实力，对。K 老板，您说的对，运气来了，是该抓住。姜思，你别被他们骗了。我再赌可以，但是赌注得加码。江小姐想怎么加，尽管开口。我听说 K 老板有一个霞光庄园，风景很好。如果我赢了，我要霞光庄园，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无论如何，我要拿下这个庄园。江小姐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那可是价值2亿的豪宅，你有那么大的赌注和我赌吗？我既然能说得出口，当然也有能匹配的赌注。但是 K 老板，你应该担心的是赵老板有没有资格坐在这个赌局上面跟我们比一个大的。江小姐，你确定要玩这么大的吗？赵老板，刚才你不是自己说的要玩一把大的，给我家这位开开眼吗？姜思这表情不像是上演，更像是在钓鱼。姜思，他要是跟了，你拿什么养？我也拿我的房产证，够吗？姜思，你疯了！这可是咱们的婚房，这要是输了，咱们可就无家可归了，只能喝西北风。哼，江小姐，不是我不讲情面，不过您看啊，石少爷好像不是很愿意你继续赌下去，我怕你是做不了这个主了吧？姜思，我不是不愿意，主要是他是不太愿意，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利说，而我能。你？因为这个房产的所有人是我。姜思，我妈连这个都给你了。反正放在你手上也是被拿去卖了还赌债，给我至少说明石夫人还有点脑子。
既保住了房子，还能捆住我这个儿媳妇。啊，也不知道在利益大于感情的豪门是怎么养出池承舟这样的孩子的。好，江小姐，你果然有魄力。我的筹码可都亮出来了，赵老板，光嘴上说说可不行，真金白银得拿出来。哼，我拿这么大的彩头出来，可不是想跟你们玩过家家，藏在后面的大耳也该被调出来了吧？您这就不够意思了，刚刚自己要嚷嚷着要玩大的，现在要亮真家伙，您说没有，那这个局我看您是没有资格上桌了。看来是跟不起了。哼，既然没人敢接，就算了吧。K 老板，我看我跟你的这个庄园，怕是没有这个缘分了。这么热闹的局，如果因为赌注不足就开不起来，那真是传出去要笑话死人了。江小姐如此大方，诚意十足，若我们做东道的接不住，岂不是让人笑话吗？终于舍得拿出来了。我平时也会有一些房产，做一些其他的生意，您看够吗？赵老板，这是什么话？这赌桌他认住不认人，只要您能够拿得出手，您自然是有资格坐在这里的。你做的可不是什么小生意，赵征，你还真是能装。我呢也没什么大本事，自然是名下房产多。江子，你知不知道他是谁？我当然知道，他这张脸，这副假惺惺的做派，我邵春晖都认得。这么多年，你倒是学会披上一层光鲜的皮了，赵征。我当然知道啊，金玉满堂的老板呀。赵征，本市最大的地产大亨之一，你斗不过他的。这么多年，他还是只敢用表面身份出席各种场合，跟只见不得光的老鼠一样，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缩回自己的老鼠洞里。赵老板，那您这也太有资格坐在这个局了。只是我手上没有那么多房产，不过赵老板这么有兴致，还希望能够手下留情啊。江小姐不必紧张，不过是玩几把牌而已，消遣。荷官，继续发牌。江小姐有些紧张啊，放轻松一些，牌局而已，可别因为我的身份吓着了你。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和有潜力的年轻人玩，看着你们的样子，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样子。让赵老板见笑了。我身体不好，这么大的局，自然是要看着点儿。这么大的局，每一张牌，可都是身家性命呢。这个赵征黑白通吃，江慈这个病秧子，能在他手下全身而退，都是祖宗保佑，还非要躲。赵总，这江小姐毕竟是一介女流之辈，身体又弱，这赌局是不是稍微小点儿，免得吓到她了？江小姐，牌桌之上无分男女老少，既然江小姐有兴致，我们自然就要奉陪到底，不然传出去可太丢脸了。还是这套老把戏。哼，赵征，看来10几年过去，你不仅赌技毫无长进，连害人的手段都懒得换点新花样，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听说江小姐是 A 市金融大学的高材生，这牌技是在大学里学的，还是看起来很像我一个故人啊。还在试探。赵老板说笑了，我的父亲他不会这些，他只是个平民百姓。江小姐运头正盛，不知道有没有兴趣继续玩一把德州？看这样子是又想给我发天牌了。 K 老板说的对，
既然江小姐这么有兴致，我们继续玩一把。我们做东道主的肯定奉陪到底。对，赵总，这个猪太大了，姜子他不太懂。谁说我不懂？好，我跟住。你们两位确定要跟吗？江小姐如此有魄力，我老 K 一定跟到底。我赵某人一向说话算话。好，我也跟。赵征，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试探吧。你的老鼠洞很快就要保不住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的2张暗牌加上我手里的，刚好又能凑成一副天牌。哈哈哈哈哈！江小姐这笑容看来是摸到好牌了。好啊，这一把定然能够鸿运当头，一飞冲天。第一轮我给江小姐添点彩头，50万。我跟，必须跟。我也跟。50万，第一轮就50万，他到底拿了什么牌？这种犹豫，牌肯定不算顶好，他在硬撑，完了。江小姐的牌面不错啊，我给江小姐抬抬池，100万。江小姐，到你了。江小姐，赌桌如战场，输赢往往就在最后一张牌。现在这个牌面离顺子只差1点，江小姐觉得这个牌面会是什么呢？牌面上现在这手牌看起来简直是天牌呀！唉，又是心理暗示，真是毫无新意。哥，红桃酒，绝了！江小姐，如若你手中有1张 A， 那就能凑成皇家同花顺，但仅仅是一张普通的 A， 也是不可多得的天牌呀。姜慈，你手里确实有一副好牌，加上我给你发的牌，甚至可能是同花。可无论你的牌再怎么好，也绝不可能赢过我精心安排的局。可惜，江小姐牌面旺，手气也好。不过我手里的牌也是不错。赌桌如战场，我可不能让你了。今晚这局，我拿股权和房产全下，你敢跟吗？江小姐，赵总这么大的手笔，那我老 K 也不能怂。我赌我整个赌场5%的干股。江小姐，赵总都这么霸气了，您怎么说？要么跟住，要么出局。赵征、老开，你们还真是把赶尽杀绝玩得明明白白。我跟。江小姐果然爽快有魄力，不过跟住也是要有魄力和资本的。你看，我跟 K 老板都是跟了股份，你给出的珠宝和房产似乎还差点意思。这是我名下的江氏媒体公司的股份，干股15%。我想这个足够匹配两位的赌注吧。这冰秧子手里居然还有肉，发了，这次真的发了。赵总吃肉，我总能喝上一口汤。冰秧子配纨绔，一个疯子，一个傻子，还真是绝配。江小姐果然爽快。既然我们双方的注码已定，开牌吧。
我就是个凑热闹的。你们二位好好玩？你当然不在乎，你的赌注不过是赵真手指缝里漏下来的肉，但我就是要你不在乎。不好意思，江小姐，顶对 A。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牌面应该足够大了。江小姐，该你了，亮牌吧。江小姐，早点开牌吧，早点开牌，早点尘埃落定。这一对 A 出来了，规矩可就是规矩。您的压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赌桌上的规矩就是规矩。江子，你弃牌吧，弃牌还能输一半。我们回家，我们不赌了。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们现在就走。回家？哼，石晨舟，你觉得我们回得去吗？为什么回不去啊？我们现在只要放下牌，离开赌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重新开始？石晨舟，你告诉我，这张桌子我们离开过吗？你什么意思？你仔细看看，我们压在赌桌上面的这些，那不是钱，不是所谓的房产和股票，而是我们的回头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江子，都怪我，是我给你拉下水了。与你无关，这是我的选择。我早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活着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走到这里，走到你面前，找正。够了！这里是赌桌，这里是牌局，不是你们调情的地方。还开不开牌了？我们拿房产，我们拿股份来和你们赌牌局，不是来这看你们在这卿卿我我的。池晨舟，希望你能记住这一刻的痛，记住家被压上赌桌的感觉，记住这就是悬崖，而现在该把推我们下去的人一起拽下来了。一对 K 呀，江小姐，这要是在平时可是天牌，足够你横着走了。可惜呀，你遇到了赵总，这就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只能认命了。江小姐，无论结果如何，总是要面对的。赌桌之上，输赢是常态，重要的是你要输得起。等等，江小姐，牌都已经开完了，一对 A， 一对 K， 怎么？您是输不起吗？江小姐，还有疑问？牌面上很清楚，一对 A 和一对 K，A 比 K 大，只要懂规矩的人都懂。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一切规矩最大。我的牌面倒是很清楚，不过赵老板，您确定您的牌没有任何问题吗？江小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牌是荷官发的，大家眼睁睁的看着，你是在说我出千吗？江小姐，在众目睽睽之下，谁敢出千？你这简直就是污蔑！牌有没有问题，一番便知，清者自清。如果有问题呢？对，
清者自清。如果牌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害怕查验？池少，这里可是我的赌场，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放肆。为什么不能做主？赌桌上面双方对牌面有任何异议，都是可以拿出来说的，这是天经地义。赵老板，规矩就是规矩。您这赌场开了这么多年，不会连自己的规矩都要破吧？江子，你太帅了！江小姐，你刚刚说规矩，哼，我们赌场最讲究规矩。既然江小姐觉得需要验牌，那我们就一起好好谈谈验牌的规矩。赵总，跟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废什么话呀？要我说，直接就把他们……哼，赵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您说赌场上面没有少爷小姐，那更没有长辈晚辈，一切都按照规矩说话。如果我在这里出了什么意外，我保证明天赌场的黑料会登上新闻头条。您说到时候是您的规矩大，还是舆论的规矩大？当然，赌场有赌场的规矩，客人对牌局有了怀疑，验牌是合理之中，但是验牌之前需要签一份验牌契。什么狗屁的验牌契？江子，别听他们胡说，老子在这赌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狗屁验牌契。哼，池少，你没听过，不代表没有这个规矩。赵总说的对，既然你怀疑这个赌桌上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查验牌的花色还有张数。如若发现任何问题，就按照你们的来，但是没有发现问题，那就是你毁坏我们赌场的清誉，毁坏赵总的声誉。是啊，这可不是小事。按规矩，恶意诽谤者除了当场收掉牌局以外，赌注分文不得取回，还要留下点赔罪的东西才行。不知道江小姐还要继续验牌吗？江子，要不咱们算吧。现在想走晚了，你们这是拿我们赵总当猴在耍。现在要么立即验牌，要么留下你们的手指头。不行，要是切手指，就切我的，我切2个。你们不能动江子，他从小身体就不好，低血糖、贫血、血小板还低，一旦破了皮，就有可能致命。这纨绔，这脑子还知道这么多医学名词，难得。江小姐，别怪我们不怜香惜玉，现在求饶可来不及了。赵老板，您确定您的牌没有问题吗？什么？我说，您的牌，您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吗？哼，没有任何一张多余的、不该出现的牌。这不可能，这当然不可能。赵老板，您的这个红桃鞍是刚刚赢我的那个，但是您说这牌堆里面怎么还有一张红桃鞍？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江慈，是你搞的鬼吧？现在想冤枉我出千，哼，你休想！对，必然是这个逼秧子搞的鬼，必然是他在这出了老千。我搞的鬼？哼，从发牌到现在，我在我的位置上一次都没有动过。荷官点牌时，牌都在桌面中央。
众目睽睽之下，点牌时也没有任何一张牌是从我这里拿过去的。赵征，你要是出了千，就赶紧承认。被发现了，只能说你出千的手段太粗糙。幸亏啊，被我英明神武的老婆给发现了。你丢不丢人？你给我闭嘴！老 K， 查监控。我的手法，监控也查不出来。真正高级的千术，不在于瞒过人眼和镜头，而在于瞒过人心。赵征，你引以为傲的掌控和眼线，此刻都成了你的牢笼。赵总，终于抓到你了，臭老鼠！赵总，各个角度看了，没有任何问题。角度，一定是角度的问题。监控死角里，姜慈，你一定偷偷的找到了监控的死角。赵总，他们一定是有备而来，绝对不能信他们的话。赵征，你还要不要脸？还是从你那儿多出来的？查了监控，也没有人动手脚。哦，怎么还难道自己会飞啊？啊？姜慈，真是好眼力呀！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仅凭一张牌就断定我的出千，是否不太合理？赌场上的意外多了去了，荷官发牌有可能不小心少了一张牌，也有可能是有人做了手脚，单凭这一点就说我作弊，是不是太牵强了？赵老板，你说的对，一张牌或许是个意外，但是赵老板不觉得今天的意外有些多吗？你什么意思？从第一局我开始赢，到后面所有的关键牌都恰到好处，所有的运气和巧合精准指向了一个结果，那就是让我觉得我能赢，所以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下来。哼，最后满盘皆输。江小姐，做人太聪明是活不久的哦。哼，别对着我老婆抽烟，她身体不好。石神州，我看你真是活腻歪，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撒野。还有你，江小姐，赵总给你个台阶，你别给脸不要脸，最好就着这个坡就赶紧下。不是，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说话就行，别动手动脚的啊！今天我和姜慈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们石家姜家不会放过你们。姜家、石家，你醒醒吧！你妈为了治你这个赌鬼，甚至不惜让你娶了这个病秧子，而且你妈已经把财政大权都交出来了，你觉得你还能代表池家吗？老公，你们这帮恶魔，我老公都被你们气出血来了。我告诉你啊，我根本就没碰到过他，是他自己吐的血，根本不关我的事儿。老 K， 不能硬来，视频不能流传出去，警察来了以后我们不好交代。是他们。姜慈，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今日之事我赵某人记下了，这些筹码你可以带走，但是10倍赔偿我无法认同。赵老板，这是不想认账。江小姐，我劝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哼，还装？
他们走了吧？湘慈，你可真够狠心的。我吐血是你弄的吧？跟你还有什么关系？你老公，穴位受击，气血逆行，池少爷，你这是上火了。能吐出来是好事，你的治疗费就不用了。湘慈，我发现你心肠挺狠的。哎，你是怎么知道那个赵征他有问题的？还有，那个老 K 的监控是怎么回事啊？啊，还有那个牌是怎么变的？哎呦，你教教我嘛，教教我嘛！我认你当师傅，我给你当徒弟，并且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运气好而已。什么运气啊？你又跟我撒谎！哎呀，你就教教我嘛，我只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东西啊？池晨舟，从你踏进这个房子开始，你所有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看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别人的监控之下。甚至你此刻的心跳，别人都是能一清二楚的知道。温度、湿度、台章的弯曲度、肌肉的颤抖、眼神的飘移，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利用。而你，赌场从来都不是赌运气的地方，而你，也从来都不是玩家，而是产品。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你不会有不想赌的时候，唯一的戒赌方式，就是永远都不要踏进这里。拿着。